很多同学应该是第一次听我讲课啊。晚上好，我叫青宇啊，大家给面子的话可以叫宇哥，也可以叫老师啊。这一节课带给大家的呢是一节可以说相信每一个来听课的，如果说你正在学设计，那么今天晚上讲的知识点，那么你一定不会陌生，因为不管你是做学徒也好，做加工也好，做钳工也好，或者说呢你可能大学还没有毕业，甚至你刚毕业，那么我们这个知识点呢都是与模具设计呢息息相关的。那首先呢我们看到桌面上面的这个产品呢，其实这一节课呢主要是跟大家来分享一个我们产品内圈分析面当它出现的这一个高低差比较多的时候，我们怎么去把它搭建起来，包括呢我们这一个关键的，其实最重要的呢还是我们的一个设计思路。其次呢就是跟大家会讲到一些关于这个软件方面的一些小细节吧，一些可能大家在书本上面看不到或者说呢你们平时在其他的地方学不到的地方。那首先呢，其实像这个产品的话，首先我们要做的第一步呢是去做这个斜率分析。对于这个斜率分析呢，这个是我们在用 UG 这个软件进行模具设计的时候呢，这个命令是用的最多的，尤其是我们前期的时候，比如说你做这个 DFL 报告，或者说这个分形线分析，你的结构分析，包括你的这个脱模角度分析，我们基本上都是通过我们这个斜率命令呢来完成的。而斜率命令现在的话呢，我们选择一个向上的这一个坐标方向，脱模方向这个不一定说是某一个方向。给产品呢，我们做一个这个初步的分形线分析。其实这里的话，大家要注意，我们这一个分析呢，第一个你可以分析出来产品的 AB 面，第二个呢，你也可以分析到这个产品的一个倒扣，第三个呢，你还能分析到这个产品的一个分形线。当然现在的话呢，我们就是说一下子呢不搞那么多，知道吧？我们也不说什么这个结构的分析或者倒扣的分析，或者说它的这个脱模角度分析。那么这里的话呢，我们只来看我们这个以正 0.1 和负 0.1 定义的产品上面的这一个红色与蓝色。那么红色呢，我们代表A 面，或者说外观面或者说表面。那 B 面负 0.1 的话呢，那我们代表的就是背面或者说呢 B 面。那这里呢刚好有一个同学讲到了，为什么是 0.1 呢？不是说3吗？在这里的话，其实我们在利用分析这个命令的时候呢，主要首先第一个看你分析的是什么，知道吧？比如说我们做分形线分析的话，那么它的最小值和最大值的话呢，在这里大家要注意，首先你的数值是得是一样的，它只需要呈正负状态就可以了。什么意思呢？就是你前面可以是1，知道吧？像这个同学说的也可以是3也可以是2，或者说也可以是 0.1。那为什么老师我习惯性的去输入 0.1 而不是说1？那么首先第一个呢，同学们，当你输入的数值数据越小，它分析的分形线你能够通过肉眼观看的呢就越精准，这个是第一。其实第二呢，你可以用1，或者说也可以用2，可以用3。那么你用1、2、3所分析出来的这个产品上面的颜色它可能有些地方是红色，有些地方呢是黄色。那这里的话，我们分析的是什么？我分析的并不是产品的一个脱模角，或者说表面的一个脱模角度，对不对？那我分析的是一个什么？我分析的是这个产品的分形线，我要的就是精准。我现在做的是什么呢？我现在要做分形面，我要给这个产品去分模。而当然，对于分模呢，其实同学们，我相信大家呢，可能或多或少听说过一些什么片体分模、实体分模或者说一些不一样的分模方法。那在这里的话呢，大家要注意的就是，其实我们做模具设计你可以通过分模来打开模具设计这道门，但是呢，你千万不要在某一个知识点上面去死乞白赖的学2、3个月，学3、4个月，没有必要。就同学们讲的很直接，你如果说是一个正常的上班族你需要生活，对吧？就是你需要赚钱，你又需要学习的话，同学们，一个东西让你去学1年2年，我相信大家应该会有所疲惫。而如果说你自己还没有学习方向，那就更加的容易放弃。课堂上面有没有曾经放弃过的同学？来，我们打个6，让我认识一下你，好吧？有吗？就是以前学过设计，但是呢，可能以前出于某种原因没有学了，或者没有学会，现在呢又对这个设计呢感点兴趣了，对吧？又来学了，有吗？有的话可以打个6那么这里的话呢，首先第一个呢，对于这个产品而言呢，我们先来讲一个这个镜像的一个检查。镜像检查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可以把它讲的简单一点呢，叫做对称啊。对称呢，就像你左边的耳朵和你右边的耳朵啊，它是对称的，它们不是一模一样的。那么我们在这一个产品上面呢，我们要找到它的一个对称呢，首先第一个点在这里大家可以看到，什么点呢？就是产品从这个大概从这个中间分开啊，它的左边和它的右边是不是它的轮廓形状能长得一样的？看上去一样，在这里大家注意，对称或者说镜像呢，在实际生产和制作过程当中呢，它不是一样的，这个大家一定要注意。因为老师我搞教学行业也有几年了，我自己做设计呢也做了7、8年，那么我自己犯过错啊，我的学生当中也有犯过错的，就是他把对称这个点呢，它搞成一模一样的。那么对称呢，它是在一种折叠的状态下面，在我们设计或在我们软件当中运行的时候呢，这个对称对我们来说呢，是能够节省到一定的时间。也就讲白了，同学们，如果说我们把左边的这一半产品折叠过来，能够对上右边这一半产品的话，那么我们的分析面只要做一半。我整套模具设计，我对这个产品的轮廓设计，或者说我们的分析面呀、结构啊、顶出啊、水路啊，包括所有的东西，我们都只需要做一半。那么在实际的加工过程当中，它能省时间吗？它省不了，知道吧？这个只是说在我们设计这个点上面，在这个软件里面，我们是能够节省到一定的时间。那么这个怎么做呢？那你的电脑如果比较好的话啊，要是搞个6、7千块钱、7、8千块钱的电脑，你直接在这个中间摆个坐标，直接镜像。但是如果说你的电脑可能不是那么好，其实同学们，像你如果说是一个6千到8千块钱的设计师，一般你的电脑是4千块钱左右，你的电脑配置是在4千，一般是不会超过4千块钱。如果说你的工资是在1万到1万5左右，那么你的电脑呢，可能是在6到8千。这个6到8千块呢，你的公司里面还不能说只有你一个设计师，知道吧？那个公司它得有规模，明白吧？那这里注意，那当然老师我的电脑不怎么样啊，我的电脑只有3、4千块钱买的。那这里的话呢，我们注意在这个这里摆个坐标，这个坐标呢，我们可以摆到这个产品的中心，对吧？利用这个定向，或者说呢摆到这，看到没有？这里有一个小圆心，对不对？直接我们在这里呢选择这个圆心呢，摆一个坐标摆到这里来。把这个坐标摆过来了以后呢，我们先从这个中间把这个产品先分成2半，把它割开。那么我把它割开的目的呢，其实也很简单，同学们，我割开利用拆分体把这个产品把它割成2半，那目的呢，其实也是把它分开，对吧？我不直接去镜像去复制的话，我就是为了缩小我这个文档里面的这个文件数据大小。这个数据越小，那我操作的就会更流畅，对不对？这个数据越大，那我肯定就越卡呀。当然啊，这个中间有一个点是什么呢？就是如果说你是一个啊，你像这个同学，你的主机就有1万了，是不是？那你这个就不用像我这样多余这么一个操作，直接坐标摆到这个中间来，就把这个产品镜像复制过去。那当然，同学们，我相信大家可能这个电脑配置不是很好的同学应该也有，对吧？这里的话呢，我们在编辑找到变换，选择这个其中1半的产品啊，你选右边这一半也可以，左边这一半也可以。然后呢，选择这个通过一个平面镜像，因为刚好我的坐标是摆在这个中间的。这里的话，我们直接利用 XC 方向杠 GC 方向这个第2个这个地方，通过这个平面呢，我们把它呢可以移动过去，其实最好是移动过去，不要复制啊，因为你复制过去的话，这个数据又变大了啊，反正你的数据越大，你设计起来就会越卡。那么镜像过来了以后，通过这个，现在我们通过这个坐标，已经把右边这一半产品的镜像移动到这一边来了。那么移动到右边来了以后呢，我们将其中的1半，因为我这里这2个产品它其实颜色是一样的，对不对？现在呢，我们首先第一个要做的改颜色，把这个产品的颜色呢，就是说镜像过来的这一半和原来的那一半。那么这里的话呢，我们 OK， 我们把它呢改个颜色。其实改颜色的目的呢，是方便于我们直接就能够通过这个肉眼去观看，就是说我能够通过观看，我就能够看出来这个产品的一些不同的地方。例如同学们，你像这个地方看到没有，有一点点不一样，对吧？当然，如果一个产品比较大，或者说这个产品的轮廓特征比较多的话，那我们要全靠看去看出来这个产品的问题点的所在，或者说这个产品镜像过来它们不一样的地方吧。当然，那肯定不可能，对吧？那么这样的情况的话呢，我们可以通过相互求差。相互求差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利用这个黄色的产品和这一个绿色的产品，对吧？这个2半产品，我们相互求。
先拿黄色的跟蓝色的这个蓝色的求一下，再拿蓝色的跟黄色的求一下。记住，你求出来的，如果说有那些零零碎碎的，就是那些零碎的那种小实体、小特征，那么你要注意那一些位置呢，就是它们是不一样的。也就是说，那个地方两个产品在镜像过来的时候呢，它们是不完全对称的。这个不完全对称呢，在对称这个知识点当中呢，大家也一定要注意，因为为什么？大部分产品呢，它只有，就是说它可能有一大部分产品呢，这个整体80%的它是左右对称的，啊，上下对称或者左右对称的。但是呢，这个产品当中呢，它有20%的轮廓特征面，它们不对称。那你像这种情况的话，那同学们，那我们就是你一定要注意，因为凡是我们在设计过程当中能偷懒的、能节省时间的，都可以说呢，它的出错率非常的大。啊，就像我昨天晚上在上 VIP 课的时候跟我的学员讲到的一样啊，就是说你们如果要偷懒，对吧？那你就一定要小心，一定要小心。为什么说一定要小心呢？因为你越是能节省时间，越是能够加快你的这个设计效率的时候，那么你的出错率呢可能就越高。当你在6000块钱一个月、7000块钱一个月的时候，你想要加工资啊，其实你不需要有多牛逼的技术，或者说去会什么螺纹模、双色模、汽车模，你都可以不用会。那么你在你原有公司上班的时候，如果说你的出错率低，那么你加工资的速度就会越快。这个是在你们从6000块钱一个月，对吧？比如说做设计，你到7000块钱一个月，你到8000块钱一个月，靠什么加？靠你的一个细致，或者说靠你的一个出错率。那么当然，这个产品的话呢，因为我们这个位置呢，只有这个地方有一点点不一样啊。那么我们在拉分析面的时候呢，就可以呢只做一半。为什么？因为这个地方它没有分析面，对吧？那么这里的话，我们注意看啊，现在呢，产品已经确定它是左右对称的，它不对称的地方我也知道，对吧？我看到了，我知道了。那么我们放大面分析，再一次的呢，来通过面分析这个状态呢，来找到分形线，来根据分形线呢做分形面。首先在这里，同学们会分模的同学打个1，不会的打个2，好吧？你会一点点，那也叫不会啊，好吧？你会分模的打个1，就是说你分析面能拉出来，模能分开，这种同学打个1。你不会的，比如说你分析面会拉，但是你模分不开，或者说你的分析面拉的不好，这种同学的话，我们来打个2，好吧？这个打0.5又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会一点点的意思，对吧？是吧？好。来，没有同学有没有课堂上面有没有那种没有，对吧？大家基础都比较薄弱，都模都分不开，分析面拉不好，是吧？课堂上面连一个同学都没有啊！这个就有点尴尬了呀。OK， 那在这里的话，大家就注意听，好吧？然后呢，就是说我会尽量把这个做分析面的过程怎么做，用什么思路去做，以及我会有多种，就是说同一个位置不同种的做法呢。做出来对比，做的过程当中呢，大家就有问题的话，大家就尽量自己打字把这个问题提出来，好吧？可以吧？那我们讲了这么多，第一个知识点呢，其实跟大家讲的就是一个对称的检查。然后这里呢，我们同时也欢迎一下后面进来的同学，好吧？后面我们又进来了10个同学左右。那我叫青宇老师，其实我主要的工作呢是负责我们那个系统课程当中的第1阶段。公开课呢，其实我上的很少，但是呢，应该有同学听过我的课没有？有没有同学听过我的直播课，或者说我在这个其他网站上面的一些录播视频，有吗？来，有没有认识我的？来，有的话搞朵小鲜花啊！要是没有的话，不用勉强啊！你们这些刷鲜花的是真的听过我的课吗？不是骗我的吧？OK， 接下来的话呢，我从这个位置开始跟大家讲，好吧？这里讲上来，这里讲过来，然后讲这里的时候，我会把这个地方顺带着讲一下，好吧？那么这里的话呢，我们注意看，B 站上面找不到是吧？这个没关系啊，这个没关系，你们可以在 B 站上面找这个模具上面的模具设计上面的一些视频，那个视频就有我的，知道吧？这个你不要去搜我的名字，你搜我的名字，我估计你搜不到。明白吧？首先呢，在这里大家要注意，其实做分析面，你首先要搞清楚为什么要分模，对吧？
你搞清楚了为什么要分模，那么这个分析面的制作以及你后续的一些操作呢，它就能够理所当然的能去做出来。还有呢，就是同学们啊，我们做模具设计呢，它不需要你有天马行空的思维，知道吧？啊，为什么呢？为什么讲这个点呢？因为我之前在学这个模具设计的时候，啊，有一个老板就曾经跟我讲过，啊，他说你要想学好模具设计呢，那么你的思维就要很开阔。其实真正其实它不需要你，就是同学们怎么说呢？就是首先第一，模具设计这个行业呢门槛没有那么高；第二个呢，它不需要你的 IQ 很高，就同学们它不需要你很聪明，知道吧？能明白吧？你只要是个正常人就行了。其次呢，就是你可以没有学历。就如果说你比如说你是中专毕业、初中毕业、小学毕业，对吧？都没有关系，也就是说它的门槛没有那么高。还有呢，当然如果说你有学历，对吧？你说你很聪明，那当然那更好，是不是？那你可能你会走得更高，走得更远。然后呢，就是我们不管是在做设计的这个过程当中，不管你怎么去设计啊，就是说你是做分析面，你做这个结构，对吧？或者说你的这个模具的这个生成方式。你产品的生成方式是冷流道、热流道、200模、300模，对吧？你的结构是前模的还是后模的？所有的一切呢，其实他们是根据产品来的，根据产品、根据客户要求来对这个模具呢进行设计，而不是说一个东西要从没有到有，明白吧？比如说我们去拉分析面一样，首先你对于这个产品而言，它的分析线已经定了，我们拉分析面得根据分析线来，而分析线它通过什么得到呢？分析线它通过产品轮廓得到，这个就是一个最重要的。也就是说，比如说你像这个位置，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分析线从这里过来，从这里下来，从这里过去，对吧？这个地方已经定死了，你只需要，比如说你像这种地方，哎，我知道用什么命令，对吧？你说，哎，老师，我们用拉伸，或者说我们看看能不能用延伸，对吧？那你像这种，你就只需要通过 UG 这个软件来把你想要做的这个面分析面把它做出来就可以了。那这里的话呢，讲这么多是希望各位在学设计的这个就是说过程当中呢，你不要觉得它很难，而且你在学的过程当中，同学们心态要放好，心态要放好，你不要总觉得这个设计很难学，或者说这个产品很难，或者说这个行业很难进，门槛很高，什么乱七八糟的，你不要觉得它很难，知道吧？明白吧？那么这里呢，首先我们可以看到呢，它的分析线呢，其实有一个点在这里，我们更新一下显示啊。像这里的分析线呢，有一个小小的红色面在这里呢，它是红色面的边界线。然后红色面呢，我们可以作为参考我们做这个位置分析面的一个参考点。那么我们可以通过这个关联复制里面的抽取几何体，复制这张红色面，这张红色面，这边这张红色面，对吧？把这几张红色面复制出来了以后呢，以通过延伸的方式呢，来使得我们的分析面呢生成出来。其实做分析面在这里，我们通过这个延伸，在这里注意啊，在插入的修剪里面找到修剪与延伸，然后呢选择这一条边，对吧？我选的这一条边是什么？它就是分析线，知道吧？然后呢再选择这一条边，再选择我们这边这一条边，把这个面延伸出来以后，在这里大家要注意一个点啊。把这个分析面延伸出来了以后，我们再注意看，还是放大面分析，还是放大面分析这个位置啊。这种公模是不是要做内缩？为什么要做内缩啊？这个有结构吗？啊，这个你这个问题就问的有点超前了啊。那么这里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像再接着往下面去做的这个分析线，像这个位置。对吧？那这个分析线，我们是不是同样也可以去抽取这个红色面呢？我们也可以尝试的抽看，对吧？因为我们的分析线就是红色面的边界线，或者说蓝色面的边界线，对吧？如果说我们这一边还是跟着这个面去，就是说跟着这个红色面去抽取的话，那么两个面的方向呢就不一致了。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面是横着走的，一个面是竖着走的。那在这里我们要选哪一个呢？那么讲到这个点的话，就是如果说大家有在模具行业做过的话，那么你做过钳工或者做过加工，对吧？那你就会有你的优势，就是什么呢？你能分得清楚呢？我们面什么面是碰穿，什么面是擦穿，又或者说你知道最少你能够知道是选这张面还是选这张面，因为这两个面的当它方向不一致的时候，这个肯定模分不开，对吧？我们暂且先不说这两个分析面它有一个形或者有一个不行，对吧？我们先不说这一些，
那么你一个面横着走，一个面竖着走，中间一个这么大的间隙，这个间隙会导致我们磨分不开，能明白吧？因为你的面与面之间是有间隙的。而同样的，在这里大家要注意，我们所用的这个片体分模的方法，片体的厚度，片体的这个厚度啊，在软件当中是0，知道吧？这个片体这张面是没有厚度的。那么这里的同学们，我们是选择这张面的方向，还是选择这张面的方向？在这2个分析面它们不同的方向当中，我们就要有所选取了，对吧？你要么用我们延伸出来的分析面作为我们这个位置的一个分析面方向，你要么就用我们这个第2种这个地方，对吧？这张面呢作为我们分析面的方向。那在这个来，我们回答一下，不知道的同学打个0，好吧？知道的同学，我们可以选这个面打1，选这个面打2，好吧？不知道你就打个0。啊，这个其实应该很多同学会选啊，对，没错，对吧？这里就有几个同学回答对了，但是呢，很不巧的也有一个同学回答错了。为什么说是以这个面呢？就是因为这张面延伸出来是碰穿，这张面延伸出来是擦穿。碰穿和擦穿的定义其实很简单，它是根据产品离开模具的方向，我们呢叫做脱模方向。脱模方向是朝上的，是不是？然后呢，这个面它的方向，当它与脱模方向呈平行或大概平行的时候，这种面叫做擦穿。那么我们做分析面的一个原则前提呢，叫做能碰不擦。能碰不擦就是你的分析面能做成碰穿，就不要做擦穿，能明白吧？这个打2的同学要注意一下，包括其他一些不会的同学啊。那这里呢，我们面的方向其实就已经定了，对吧？就是讲白了，就是要横着走，不能竖着走啊。那么我这边的面延伸出来了以后呢，我这个地方的面已经没得参考了。也就是说，你放的面分析，其实它的分析线还是在这里，但是呢，它不能像我们前面的面一样去复制、去延伸，那你就得换个命令，换个命令。那么换一个我们常用或者说又简单的命令啊，换一个大家都知道的命令，这个同学们能回答出来吗？啊，能不能回答出来？啊，是不是把它换成插入设计特征拉伸，对不对？这个位置拉伸也是我们可以说比较常用的一个命令。我们直接呢选择这一条边，然后呢选择这一条边往哪个方向拉呢？往我们的这一个正 YC 这个负 YC 方向呢，把这个面拉伸个30、40拉出来。拉出来了以后呢，这也是一张分析面，对不对？这张分析面呢也是横着过来的，它也是碰穿。当然，我们这个地方的面打架了，大家看到没有？这个面跟这个面是不是干架了？对不对？那这种干架的地方也不行。在这里呢，大家要注意，我们去分模，首先我们要保证分析面顺畅。分析面顺畅其实就是方便加工。其次呢，就是你要保证分得开模。什么意思呢？就是你要保证你设计出来的东西要能够保证它的质量。其次呢，你同时也得呢符合软件。对吧？你软件设计不出来的东西也没用，是不是？也就是说，你分析面，你这个地方你就做成这样，你到时候分模，你分得开吗？你去求差，或者说你去拆分体分模的时候，那同学们你分不开，知道吧？那么我们在这里呢，就需要做到将我们这一种相互干涉的面，或者面与面存在这种看到没有有间隙的面，我们就需要把它处理一下，能理解吗？那这里的话呢，首先第一个呢，把这种分析面啊，长的长，短的短的这些先割一刀，在这个修剪里面，我们找到修剪体这个命令呢，把这几张面呢，我们以这一个镜像的中心位置把它多余的切掉。当然它短这个地方的短一些，对吧？短了的这些我可以把它延伸出来，对吧？这个缺口我延伸几个毫米，这个缺口我延伸几个毫米，我延伸完了以后我再割。但是呢，其实我们做这一个步骤是多余的。为什么说是多余的呢？因为你这张面在这代表因为我们这一张面跟这张面它怎么样？它干架了呀，是不是啊？你这个地方你要么就要把它补一下，你要么就得删掉这张面，知道吧？这个大家能理解吗？也就是说，我们所做的分析面，这个面与面当中呢，它们不能相互打架，它们不能相互存在间隙，这一些问题都会导致我们的模分不开，能理解吧？然后呢，我们这个面当然你可以把这个面删掉，就是说我换个命令做，对吧？我换个命令去做。像这里我们可以用那个 N 边曲面呀，或者网格曲面呀，是吧？或者说用拉伸也行啊。最重要的是大家要注意，你要保证它什么呢？
我们重新做出来的这张面，它跟这张面不打架没间隙，跟这张面不打架没间隙，还要保证的是这张面要能够对得上这里的分形线。你保证了以下就是说几个点的话，那你这个面就成功了。当然用的比较多的话，其实我们用的比较多的呢还是这个网格曲面，就是这个位置啊。当然大家也可以尝试一些不同的命令呢，比如说 N 边呀或者艺术曲面呀，然后呢这个网格曲面里面的通过曲线网格，对吧？这里的话呢，我们通过这个曲线网格去做，我们先把这里呢桥接起来一条分形线。其实这一条线呢，只是为了迎合我们去做网格曲面这个命令，因为我们所要用到的这个网格，就是说通过曲线网格这个命令呢，它必须在我们所选择的线条当中呢呈封闭状态。这里我们通过曲线网格选的第一条线，对吧？选的第二条线啊，这个地方不行，这个地方有两段啊。OK， 我们再放大一点，选择这一段，然后再选择这个地方这一段。OK， 线呢已经选完了，但是呢，这个右下角呢它报错了，它告诉我们交叉曲线 R 不再有效。其实交叉曲线 R 或者说主曲线一、交叉曲线一、主曲线 R， 它的警报所代表的就是我们选择线条的先后顺序。主曲线一就是你选择的第一条。主曲线 R 就是你选择的这边这一条，交叉曲线一是这一条，交叉曲线 R 呢就是这一条。现在它告诉我们交叉曲线 R 有问题的话，你就可以放大这个位置，对吧？这个地方的话，因为它的分形线呢，它这里一共有3条，对吧？这边一条，这里一条，这里一条。那么我们呢，把这3条线连起来，把它连成一条线，这一条线，然后这个地方有2条线，对吧？我们把这2条线呢，通过我们0.0254的最大公差，把它连接成一条，把它那一些可能分形线存在断线或者烂线的位置，我们要把它忽略掉。也就是说，我们要把它处理一下，然后呢，我们再来给它做一个，哎，可以了，对吧，同学们？像现在我们这个分形面是不是就做出来了，对不对？当然，你做完这个分形面以后，你还得怎么样呢？你还得去检查一下这个分形面顺不顺。因为分形面的顺畅程度决定了这个产品的一个封胶效果，跑不跑披风，容不容易跑披风，能明白吧？那么这个检查面与面之间的这个顺畅效果呢，你直接利用这个着色状态啊，鼠标右键点击空白的地方，不松，向右上角拖动，就能够把线条隐藏掉，来观看我们这个产品的一个顺畅程度。OK， 可以了，对吧，同学们？是吧？是不是可以了？没毛病了吧？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到这个拐角，这种拐角是我们在做设计过程当中，同学们可以说是最常见的。就是说这种拐角啊，这种我们是最常见的一个拐角，这个叫做外拐角。那针对这个外拐角，我们在做的时候，同学们先不要怎么样的，你先不要去考虑，就是啊，老师这个地方的分形线跟这里的分形线怎么接起来，知道吧？能明白吧？就是你不要。就是吃着碗里的看着锅里的，这个习惯不好啊，同学们，能明白吧？也就是说你在做这个位置的时候，你在做一个设计师以后，那同学们你肯定是要有一个全方面的考虑，对吧？但是现在你还在学的时候，就同学们你去考虑，你考虑得出来吗？是吧？或者说你去考虑这个地方的分形线跟这个地方的分形线这个面怎么做，你现在去想也没用，知道吧？因为你不会，你想你也想不出来。所以说这里的话，同学们，我们先分开。当然，等一下啊，我会教大家遇到这种位置怎么做。所有的这种高低差，其实它的做法呢都大同小异，原理和思路都差不多是一样的，只是说我们要根据这个产品的面、产品的轮廓去发生一定的一个变化。例如，我们如果单独做这个位置的话，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直接拉伸，对吧？这个拉伸就是我们可以说这个命令是我们最常用的，包括现在啊，课堂上面有做设计学图的。比如说我这里拉伸过来，对吧？然后呢，我再把这个分形线和这一个面呢往这边这个方向拉出来，那这就是一种很直接，对不对？根本就不需要你动什么脑筋的做法。但是同学们这样做对吗？当然，在这里呢，我要教大家呢怎么去判断对不对。有不会判断的同学打个1，好吧？就是会做不会判断对不对的同学打个1。比如同学们这样做对不对？是吧？
对吗？我相信可能有些同学他分析面他会拉，你知道吧？他软件他会用一点，但是呢，他缺乏的是如何去判断他自己做的对不对。其实当你不会判断的时候呢，就证明你可能还是个新手。你就比如说刚刚这些打一的同学呢，可能呢有大部分的是没有在这个行业做过的，是吧？对不对？你们可能就是设计学徒，你可能是钳工的学徒，是不是？那么像这种情况的话，在这里我教大家怎么去判断啊。一个分析面呢，首先我们面做出来了以后，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面它是有立角的，对不对？这个面这里有个立角，是不是？这里有个转折点，这里有个小转折点，这个转折点小一点，这个转折点大一点。那么这个地方能不能有这个转折点，或者说这个分析面能不能做顺畅，取决于什么？取决于分析线。那么我们把产品隐藏、反隐藏啊，把这个产品呢，我单独给它拿出来，放大面分析。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产品的分析线有那个波折吗？就同学们，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产品这个地方的分析线，它有没有说这里过来，然后这里过去，对吧？这个地方呢没有这个立角吧？这个地方的分析线从这边下来，然后再到这一边过去，这个线很顺畅吧？是不是？那么，哎，对，没错，它没有，同学们，它没有，对不对？是不是它没有？这个分析线它没有我们在分析做出来的这个分析面上面所看到的这个立角。我拉伸出来的分析面这里有个立角，这里有个立角，然而我的分析线上面它有立角吗？它很顺畅，它并没有立角，所以说这个分析面不行。这个大家理解了没有？这个啥也不懂的同学理解了没有？刚刚这些打一的同学，明白了没有？能不能理解？也就是说你做出来的分析面有没有立角，有没有波折，能不能有，取决于什么？取决于产品的分析线。能明白吧？取决于产品的分析线。也就是说，比如说因为有的分析面就是说有的产品它的分析线，它这个产品的轮廓就是这样，分析线就是这样，那这个地方的这个立角，你告诉我怎么去避免它呢？你避免不了的，知道吧？能明白吧？这个地方就是说你得学会去判断，你不仅仅要学会做，你要去把它你能把它做出来，你还得要去判断出来这个地方做出来能不能行，这个也是一个关键。那既然这样做不行的话，那么我们改变一个做法，就是我们改变一个做的思路，就是改变什么思路呢？很简单，像这种外拐角的话，我们常用的呢其实就是各自拉伸。比如说我这边的分析线往这边拉伸，对吧？然后呢，我这一边这个地方这一条分析线呢，我就往这边拉伸，对吧 ？OK， 往这边拉伸出来。那么我们这个拐角的这个拐弯的这个地方呢，我们就用刚刚那个命令网格取面，对吧？我们在这里呢桥接一条线，然后在这个中间呢用网格，就是说用刚刚那个命令呢来做一个面。那么这种做法是能够有效的避免掉我们刚刚拉伸的时候所出现的立角。那么在这里呢，大家注意看，我们在插入的来自曲线级的曲线里面找到桥接，选择这个左边的线条，然后再选择右边的线条。在这里大家注意啊，还是那句话，桥接这条线只是为了帮助我们在做网格曲面的时候能做得出来，能明白吧？然后在这里呢，我们找到通过曲线网格选择左边的线，这一条线是主曲线1，鼠标确定，鼠标中键确定。选择第二条线主曲线2，确定，确定。选择第三条线，这一条线叫做交叉曲线1，确定。选择这一条线，这个叫做交叉曲线2。当然，能不能颠倒先后顺序？可以。比如说你第一条线选这条线能不能行？可以。那么这一条线它就叫做主曲线1。你第二条线选这条线可不可以？可以，它叫做主曲线2。也就是说，你可以打乱你所选择的这一个分析线或线条的一个先后顺序。但是呢，你自己要有习惯，因为一旦它报错，比如说它这个右下角它会报什么错呢？它会报，比如说主曲线1不在我们的公差范围内。那么你就要知道它这个报错，它说的这个主曲线1是哪一条线？其实主曲线1是哪一条线，取决于什么？取决于我们的选择，对不对？我选择第一条线是哪一条，那哪一条就是主曲线1，对不对 ？OK。那么现在呢，我们放到着色状态再来看一下，是不是它就有效的避免掉我们拉伸的时候，这个地方有个立角，对吧？这里有个立角。那现在网格，同学们我们看一下，是不是就没有了？这个学会了没有？这个学会了没有？那可能有的同学又会问，哎老师，那为什么这种地方你就用拉伸呢？
这种地方你就用拉伸，那你不直接全部做个网格算了，对不对？那在这里同学们，我们做分析面用命令是根据什么呢？轮廓来，知道吧？是根据分形线来。如果一个命令就能把整个产品所有的分析面就是噼里啪啦的一次性做出来的话，那同学们到了那个年代，我们设计师就没什么用了啊。那个东西它跟开挂一样，是不是？对吧？那个就已经说是机械化了。你一个命令能够将整个产品的一个分析线、分析面都做出来了，是吧？而且它那个命令还能根据这个产品不同的轮廓、不同的形状去做，那个时候那设计师还有啥用呢？那没用了呀，是不是？能理解吧？那么这个地方同学们看懂了没有？这个位置看明白了没有？有没有疑问？没有疑问的话，有疑问大家要打字问啊。没有疑问的话呢，那同学们，那我们再来看一种更高档的方法。其实这种做法呢，它可以，知道吧？但是呢，为什么说有比这种做法更高档的做法呢？在这里大家注意看啊。那同学们，我们的产品是不是左右对称的？对不对？我们产品是不是左右对称？是左右对称的吧？然后呢，我们当你把这个产品镜像过去以后呢，大家注意看，是不是这里会有个立角？对吧？其实这种立角没关系啊，就是有这个立角，它不影响我们这个产品的质量，或者说它不影响封胶。为什么？这个立角在这里，它跟产品的这些位置有关系没有？没有。这个立角跟我们的产品中间隔着这么一段距离，所以说，也就是说，如果说就算它这里有个立角，其实我们也能接受。但是呢，有没有追求完美的同学呢？我相信有吧，对吧？那在这里呢，我教大家一种呢，就是第一个呢，就是我们要通过命令来改变、优化我们所做的分析面。第二个呢，就我们现在在做的人，就是我们不单单要通过命令，我们呢还要结合到产品轮廓。同样的，我们还是插入设计特征拉伸。那么我们拉这个分析线的时候，在这里大家注意，我们指定拉伸方向的时候呢，这个位置呢，我们就用产品这个斜向的轮廓作为拉伸方向。我们不选择这个坐标拉，知道吧？我们上一种做法就是按照这个绝对坐标的横向距离去拉的。现在呢，我们不按这个绝对坐标拉，我们按照这个方向去拉，知道吧？按照这一条线这个地方这个方向去拉。然后呢，你按照这个方向拉出来了以后，其实我们还是在这里呢用桥接曲线，知道吧？我命令是不变的，我只稍微的给我们所做的这个拉伸的这张面呢改一个方向。像这里桥接曲线、网格曲面，我们还是一样的命令去做。那么现在我们做出来的这张面，同学们你就一定会发现，那同学们你们觉得这张面好一点，还是我们上一张面做的好一点？现在是不是你把面做出来了以后，它自然而然就形成了对比，是不是？是不是？对不对？你去相亲一样，是吧？你多去相亲几个女孩子，你的心里面一定是会对比的，是吧？哪个女孩子漂亮一点，是不是？哪个女孩子这个胸大一点，是不是？可能你不会跟别人讲，但是你自己在你的心里面一定会有一个对比。同样的呢，就是这一种做法呢，其实我们好像也没有用什么大家没见过的命令，对吧？这些命令都是我刚刚已经就是用了几遍的命令了，对不对？然后呢，也没有用，或者说就是怎么样，对不对？但是同学们有没有发现这张面做出来，整个面它就像是一张平面了，对不对？它不像刚刚那个面，刚刚我们做的那个面它是顺畅，但是它拐了个弯，对不对？这个方向是怎么选的呢？你拉伸的时候，比如说你选择这条线拉伸，对不对？你在选择这个方向的时候，看到没有？你选择产品，这里它是有线的，你看到没有？是不是这里有一条线的？或者说你选择这条线也行，知道吧？你只要是大概你拉伸这张面的时候，你大概的是按照这个方向去，我让它往下面拉伸的就 OK， 知道吧？就可以了。你不一定说非得一定要跟着这样子走，知道吧？明白没有？学会了没有？那是不是应该要搞朵小鲜花？对不对？大家情商要高一点啊，知道吧？我这个课程呢，我又不收大家的钱，对吧？我又不收你们的学费，你们只要愿意花时间，你们只要自己敢问，自己想学，你每天晚上你都能来，知道吧？你今天晚上听我的课，你明天晚上你就听另外一个老师的课，知道吧？对吧？你后天晚上你又听另外一个老师的课，你知道吧？就是我们所有上 VIP 课的老师轮流给大家来上课，能明白吧
OK， 那这里我们再来看到这一边，这里呢还是那个点啊，就是说我呢在这里讲，同学们呢你们要问，就是说你如果有不会不懂的地方，自己要问，知道吧？你不能说你又不懂，你又不会，你还不问，那你就没得学了，明白吧？那你就没得学了，知道吧？你真正你想学好设计，想学会设计，那么你有不懂的就一定要问。你可以不会，但是你得问。你又不会，你又不问，那这个神仙也帮不了你，知道吧？明白吧？然后接下来我们再来放到这个，就是再接着往后面做啊。你像我自己带的学生，我最怕的就是他们不问，知道吧？我最怕的就是说。你要不会你没关系，对吧？你不会，你肯定是不会，你才来跟我学，对吧？你要会了，你也不来学了。但是你如果不问，那这个我很难帮到你。这一边的话，那同学们我们就快速一点把它讲完，好吧？因为这一边跟那一边它的做法是一样的啊。我们把这边先拉伸出来，然后我在这里桥接一下啊，这里做个网格曲面，我们就能把这个拐角给它做好。哎，选错了。OK， 这里搞定了吧，对吧？这一边我就不多讲了啊，因为这一边的做法它跟这边这个刚刚我们讲的那个做法是一样的。然后接下来我们再来看这个内拐角，看这个地方啊，是吧？那么我讲完这个内拐角，再来跟大家讲这个高低差怎么接，好吧？就是上面的分形面怎么跟下面的这个分形线做出来的分形面呢，把它们接起来，好吧？首先呢，我们先看到这个内拐角，拐角就有网格吗？不是说拐角它就一定是网格，知道吧？那你照你这么说，那这个拐角也是网格了。它分内外拐角，同时呢，它分高低差拐角，它也有那种呢，就是这个比如说像我之前的一个作业，这个产品它有一个拐角，它在这个拐角的这个地方，它的分形面还有一个高低差，就是说。刚刚好在这个拐角的地方，它这个左边的分形面在下面，右边的分形面它就在上面。这种的话，那它做法又不一样。而你像这种拐角的话，我们的分形线其实可以说它还是顺畅状态的，对不对？是不是？它还是大概在一个弧度或者说一个水平方向，它没有说这个分形线从这里下来，到了这个拐角的时候，它突然就这里上来，这里再过去，它没有这样，是吧？那么这里呢，首先我们看到这种内拐角的时候，还是那个点，就是同学们，你不要被自己给吓死了，因为很多同学呢，他就同学们，你们可能很多同学大家都没有基础，对吧？大家都没有做过设计，或者说刚步入到这个模具设计行业，或者刚步入模具行业，那么你首先要做的呢，就是用你所会的，你会多少你就做多少。这种地方，同学们，经过我们刚刚的一些讲解和学习，那同学们这个地方的分形面，用这个地方的分形线，用什么命令去做呢？我相信大家应该都能说出来那么一两个命令吧，对吧？用拉伸啊，对不对？首先你不要因为它是一个内拐角而对它呢另眼相看，你就用这种最普通的命令去做，对吧？这里就用拉伸，是不是？对不对？我把它往这边拉伸出来，有毛病吗？没毛病啊，是吧？并不是说它是一个什么特殊的地方，我就要用特殊的命令去做，没有。你就用这种最正常的思路或正常的命令去做，把它拉伸出来。当然，拉伸出来行不行？同学们看到没有？这里有个小波折，对吧？这个地方行不行？行不行？我现在我也不知道，对吧？行不行取决于这个地方的分形线它有没有这个小台阶，是不是？对不对？那么在这里大家注意听，如果说遇到这种位置的时候，我们首先第一个要抓住的是什么呢？你所拉伸出来的分形面这里是有小波折的，那么你同时要看到我们这个位置的分形线，分形线这个位置它有没有波折？它没有吧？那为什么我拉伸出来的它就有呢？原因在哪里？这个有同学知道吗？就是我现在我这个位置的分形线我没有那个，就是说没有那个小波折呀，对吧？没有那个小这个小台阶在那里没有，但是呢，我这个面拉伸出来以后它就有，看到没有？是不是这个地方它就有这个，放大一点，大家看到没有？是不是这个地方它就有拉伸方向不对？没错。首先呢，我们先不考虑什么拉不拉伸方向，我呢先教大家看。比如说就这个产品而言啊，我们放到面分析，我这样子去看，这里是不是没有那个小台阶？对吧？
但是大家注意，我们呢按 F8 摆正，从这个侧边看过去，同学们这个小台阶它有没有？这个理解了的话打个6，理解没有？你现在再看这里是不是有这个小台阶了？看到没有？分形线从这里过去，这里上去，是不是有了？但是你把它转过来一点，你往这个左边转过来一点看，它没有。那为什么说我摆正就有呢？我按 F， 我从这边去看它就有这个台阶，那我从这边去看它没有。那为什么呢？在这里很简单，同学们啊，很简单。你从不同的角度去看待一件事情的时候，你得到的结果它就会不一样，是不是？对不对？比如说，假设你跟你女朋友分手了，对吧？那么，如果说你是这种比较消极的状态，去看待你失恋这个事情的话，那你可能会想啊，没有他，我可能活不了了，对吧？我生活下去我都觉得没意思了，是不是？但是呢，你站在一种乐观的角度去看，你可能就会觉得，哎，旧的不去，新的不来，是吧？是不是？你分手了，刚好去找新女朋友，对不对？那其实是同样一个事情，但是你去看待他的心态不一样的时候，你得到的结果它就不一样。同样的这个位置它也是一样的。我们这样子侧着去看，看到的是没有台阶的分形线，而我正着去看，它是有台阶的分形线。当然，我举这个例子给大家听，我去把这个有台阶和没台阶的这个两个不同的看法讲给大家听。我更希望大家的呢是去理解什么呢？就是你首先要能够搞明白你的分形线，这个就是说你拉出来的这个分形面啊，我们刚刚做的这个分形面，这个面它的台阶是为什么出现的？是因为你拉伸的方向是往这边走的，知道吧？是往这个方向拉的。如果说你这个地方的面拉伸出去或者做出去的方向是往这一边做的，那它就不会有这个台阶。这个能理解吗？来，能理解的打个1，能不能理解？也就是说，现在的话，我们往这个方向拉伸，它有台阶；你往这个方向拉，它不会有。它就好比是怎么样？你是往这边看还是往这边去看？能理解吧？它是不是一个道理？对不对？机械行业能分手吗？连谈恋爱的机会都没有。那你可能需要报一个我的课程啊，我呢叫青云老师，如果有机会的话，你可以了解一下我的课程和我的上课方式，好吧？你没有女朋友，这个不能怪这个行业，知道吧？只能怪你自己，明白吧？你坐在家里，女朋友就会来吗？啊？你不出去，那女朋友怎么来呢？对不对？你不主动，怎么会有故事呢？你像我们这一个新班就有3个女孩子，你像这个啊，刚刚就来了几个，又报名了一个女孩子，还有一个女孩子，但是呢，啊，有一个女孩子她结婚了啊，还有一个女孩子呢，那个女孩子我不知道她结没结婚，有没有男朋友我也不知道。那么这里呢，我们再接着讲啊，这个位置呢怎么做？首先第一个还是一个点，这个分形面你不要搞得长的长，短的短，知道吧？这个地方在这里，这个分形面在这里，你怎么去做这里呢？首先你摆个坐标在这里，是吧？你格式 WCS 找到动态坐标，在这里摆个坐标，这个坐标随便摆，你不一定摆到这里啊，你摆到这里也行，知道吧？这个东西不要学得太死板了。把坐标摆到这里来了以后呢，我们利用修剪体或者说拆分体，把这个面、这个面、这个面、这个面，把这里的面都以 YC 方向的，比如说出来15个毫米啊，10个毫米、20个毫米，把它割掉。就是说你先把它割整齐。你不要搞得这里的面长的长，短的短，搞得乱七八糟的，你不好做。然后这个位置的面，因为我其实对于这个，就是说对于这个地方，我只要把这个小台阶我给它处理和优化掉了，我这个分析面就做好了，对吧？那就合格，就能保证到产品的质量。怎么做呢？很简单，我们首先先把这里拉伸的面把它删掉啊，我们先把它这个拉伸的面先把它干掉，因为拉伸的面它不行，对吧？这里有个小台阶。然后这里咋做呢？这里呢，我们这个地方的分形线它原本是往这一个方向走的，现在呢，我想要让这里的这个分形线做出去的分形面呢，让它往这边走，对吧？或者说呢，让它呈这种外八状撒开，这个能理解吗？就是让这张面这样子做。那么
在这里我们直接摆个坐标，或者说在这个面上面画一条线，对吧？从这里到这个位置画一条线。这个画线的命令在这里啊，等一下，在这个插入曲线表面上的曲线这个命令啊，选择这个面确定，然后呢选择这个端点，对吧？这个地方作为起点，这里呢作为终点，是吧？在这里画一条这样的线，画这条线是干嘛？画这条线呢是把这一张黄色面上面的右边这一些面呢，给它这里割掉，这一边的删掉，能理解吧？那么直接插入修剪，找到修剪片体呢，把这个片体的这一条线的右边这一半把它干掉。干掉了以后呢，现在它是不是有这么一个外八状的缺口在这里了？你接下来同学们来回答我，用什么命令做这个位置？这个位置用什么命令做？怎么把现在我们外八状的这个空心的这个地方这条面做起来？用拉伸。老子一巴掌来了，你这听的什么课啊？你拉伸，哎呀，你这个分形线，对吧？拉伸它只能有一个方向，你能理解吗？对吧？比如说你拉伸，你选择这一条分形线，这一条分形线，这一条分形线，对吧？假设你往这个方向拉伸，那你这一边怎么办？你告诉我。对了嘛，你用网格嘛，是吧？你不要搞我心态啊，明白没有？你不是故意的吧？对吧？你这种地方你桥接网格，那我做出来的这张面，它不左边和右边都接起来了嘛？你太死板了，知道吧，同学？就是说，我说要把这个地方的分形线，它的这个做出来的面，让它往这个方向走，那这一边怎么办呢？是不是？你都得考虑到啊，是不是？你是不是都得考虑到？不割掉，直接做网格出来，直接做不出来吗？能做得出来。等一下我做给你看啊！你这个同学也是，你们来再认真听课的，我们每人一朵小鲜花，就是说你自认为自己在认真听课的，好吧？自认为自己在认真听课的啊。没有认真听课的你就下课啊！如果你是单身的话，你别在我这里浪费时间，花点时间去找个女朋友啊，是吧？这么冷的天抱着她睡觉的不香吗？知道吧？认真听课的注意听，像刚刚那个同学讲的，等一下我会给大家示范一下，好吧？这里的话呢，我们注意看，我为什么要在这里劈开？等一下我会给你一个解释啊。这不就是为了我们要接顺这个地方吗？比如说现在同学们，我们做网格曲面，大家注意看啊。做网格曲面这个地方是不是就得到了有效的一个处理？它没有那个台阶了，看到没有？它没有那个小台阶了。只是说这个地方有个小波折，对吧？只是说在这里大家注意看，我不知道大家看不看得见啊？因为这个波折不大啊。妈的，这个角度摆的不对，还看不出来。现在大家看到没有？是不是这个地方它有一点小小的这个小波折？我们勉勉强强是能接受的，对吧？是不是？是不是勉强能接受？对不对？你女朋友脸上长了颗痣，和你女朋友缺了颗门牙，这个能一样吗？它不一样的，是不是？对不对？缺了颗痣我可以点掉，你缺了颗门牙那怎么办？那这个太丑了呀，是吧？这个真的带不出去呀，是不是？勉勉强强能接受，对不对？啊，你们都不勉强，是吧？你们都不勉强啊，你们都不想接受，是不是？在这个年代勉勉强强就行了啊，不要要求那么高，知道吧？找个女朋友不容易啊，要珍惜啊。像这里的话呢，既然大家不能接受 ，OK， 那我换个好吧，我换一个可能更好的做法。但是呢，在换那个更好的做法之前，同学们，这种做法我不删掉了，知道吧？这个做法我不删掉了，我呢分个层，我把它收起来。我呢就用刚刚有个同学说，我们如果不劈开，对吧 ？OK。不劈开，就这个地方不劈开，我们直接给它做网格。我们来看一下能不能做好。这个同学来打个6，刚刚说这句话的这个同学啊，就是我们不劈开，比如说我们这样子直接做网格，就是说他为什么不能这样？在这里，这个同学注意听啊，他为什么不能这样呢？因为你不把这个地方劈开一点的话，你面的方向它不还是往这个方向走的吗？它并没有这个面的方向，是不是还是往这一个方向走的？它并没有往这边这个方向走。这个你现在理解了没有？你看到没有？这里不还是有个波折？
对不对？也就是说，我把这个地方劈开一点，让这张面这样子出来，我是想要让我的这张面往这边这个方向走，也往这边这个方向走。如果说你不劈开的话，你网格也好，拉伸也好，它不都是往这一个方向走吗？明白了吗？这个 Y 同学明白没有？理解了没有？最重要的是要理解啊！其实这个命令它就这么2个命令，无非就是网格拉伸，就这么几个命令。我在跟大家讲，我没跟大家去讲一些新命令，或者说就是操作难度系数比较高的命令啊，明白吧 ？OK， 现在理解了。那么这里呢，多劈开一点呢，效果是不是会更好？这里同学们，我没有那么多时间给大家去试，好吧？你们有时间可以去试一下，可以吧？我现在呢就直接分享一种可能更好的做法，好吧？就是说我没有时间跟大家去讲这个位置说，这个地方多劈开一点会不会更好啊？或者这里再加宽一点会不会更好？它肯定会更好，但是呢，它再好也没有怎么样。同学们注意，这个位置其实它还是有这么一个波折在这里，对不对？我们呢，直接给它 N 边曲面。注意啊，从这里开始 N 边到这边。到这边，到这边 ，OK。N 边曲面是哪里呢？插入网格曲面里面的最后一个命令 N 边，选择这条线，对吧？选择这条线，选择这条线，选择这条线，然后在这里放大面分析，选择这一条这里的分形线这个位置这一圈啊，这条分形线，这一条分形线转过来，好，直接选上了，确定。那同学们，我们来看一下换个命令做的一个效果。OK， 同学们注意看 ，N 边出来，它这个地方还有问题吗 ？N 边出来以后，这个位置是不是我们每个同学都可以不用去勉强接受了，对不对？同学们发现没有？是不是我 N 边了以后，我需要勉强去接受它的不完美吗？我不需要啊，对不对？这个面就你们注意看啊。我来转动，大家从不同的角度去看这个位置，是不是？对不对？但是我们呢再来看一下网格做的，网格做的你怎么看这个地方？看到没有？这个位置是不是有那么一个小小的印子在这里？虽然说这个印子呢，同学们，你要是拿6000块钱一个月，这种印子你大胆的去做，明白吧？你大胆的做，你那个老板他要是敢说什么，你直接就说老子不干了。明白吧？这个同学说，那以后都要用 N 边吗？你休息3分钟不说话行不行？你休息3分钟不打字，这个英文同学啊，知道吧？休息3分钟你别打字，好吧？你这不是来听课的，你是来砸场子的，知道吧？你是来搞我的心态的，明白吧？这里注意听啊，同学们，注意听。为什么说这个地方？为什么说老师我前面都用网格，对吧？到了这里我就用一下 N 边，在这里同学们2个字对比。啊，讲到对比，大家应该能够理解什么是对比，什么是对比，为什么要对比吧？是不是？你对比一下，你才知道哪个更好。当然，在这里大家要注意，我们所用的 UG 这个软件。它能够搞模具设计，它能搞塑胶模具设计、5金模具设计，它也能搞产品设计，它还能搞编程，对吧？甚至你要是会用这个软件，你在这个软件里面盖一个别墅都能盖。这个能理解什么意思吗？也就是说，这个软件它是多元化的，它不单单只针对塑胶模具设计，同时这个软件里面的命令，我们得去针对模具设计。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所用的这一个UG 软件所用到的这一个建模档，那么这个里面我们所用到的这一些命令呢，大家要学习的就是你学分模，你要学什么？要学思路，学做法。你学软件要学什么呢？要学精、学透、学细。学的过程当中要有对比。那么我在这里又用拉伸，又用网格，又用 N 边，在这里形成了一个对比。其实只是想跟大家讲到一个点呢，就是像网格它的优点和 N 边它的优点它们是不一样的，明白吧？就是网格它更适用于处理的这种位置呢，比如说你像这种拐角，
对吧？这种分形线它可能有一点点的这种变动，有一点点高低差，但是这个高低差不大。它是，比如说同学们注意看啊，你像这个地方网格，这个地方是用的网格，对吧？你像这个地方的分形线，同学们，这个分形线从这里下来，对吧？然后再慢慢从这里上去，是不是？它是不是慢慢的上去的？是不是慢慢的上去的？对不对？它不像这个地方，你像这个地方它的这个内拐角的话，它应该是从这里，在这一个位置，就是说在短短这一段距离内，是不是它突然这个地方分形线就掉下来了，对不对？它不像这一边，是不是？这一边的话它是有斜度，是不是？它是慢慢的去的。那么像网格这个命令，它更适用于处理那一些这个分形线原本它本身就顺畅，它没有一个太大的高低差，或者说它没有出现这种局部突然的高低差。但是 N 边相反 ，N 边的话，它更适用于处理这种，比如说，哎，你像这个地方局部有这么一个小台阶，对不对？那我 N 边就能处理好。而同样的 N 边的缺点在哪里呢？可能有的同学会问，哎，老师，那我这种地方能不能直接用 N 边？直接用 N 边呢？不能。为什么不能？因为 N 边出来的面，它只管自己，它不管邻边的面。什么意思呢？就是比如说，你像我这个面是网格出来的，那么我网格出来的这个面是能够去相切。比如说，大家注意看啊，我在这里桥接到这里，对吧？OK， 像这个地方大家注意看，我网格出来的这张面，我能够利用第一组曲线、最后组曲线，以及能够利用命令这个位置连续性，能够让这张面呢接顺这张面和这张面。那么比如说接顺什么意思呢？比如说我们把这张面让它相切这张面，相切的意思是什么？就是接顺。把它这张面呢相切这张面，能明白吗？能不能理解？但是 N 边有这个操作没有 ？N 边没有。N 边同学们，这里它有一个连续性，这里只有一个位置，能不能理解？也就是说，这两个命令我们得用在不同的位置，你只有用到点上，才能发挥这个命令最大的作用。理解了没有？明白了没有？老师傅都说软件只是工具，但我现在呢，连工具都摸不透。帮我们介绍工作嘛，外角。明白了，一语惊醒梦中人，不要搞得这么有文化啊，知道吧？大家都是个熟人。哎，对，像这个 YX 同学他自己就总结了一下，对吧 ？N 边曲面呢，用局部的效果会更好一点，明白吧？也就是说，同学们，如果说你 N 边用在这种地方，那么你就会发现一个什么点？大家注意看，我给大家看一下。比如说你 N 边，你 N 出来的这张面是没毛病的，看到没有？但是你看到没有这个位置？哎，这一边没有，对吧？你看到没有？这个地方是不是有个小立角？这个地方是不是有个小立角？看到没有？这个就是 N 边的面呀。学会了没有？学会了没有？这个就是差别，知道吧？但是这种东西，同学们，你们在学校里面学不到啊，你们去看书也学不到，你们在网上面去找一些学习什么学习资料、学习视频什么乱七八糟的，到淘宝上面去买那些学习资料，同学们都没有。啊，同学们，腾讯课堂上面只有青云老师我会把这个命令讲得这么详细。整个腾讯课堂上面啊，只有我一个人会把这个，就是说每一个命令给大家去做一个对比，让你们在学习的时候能够，就是说更透彻，就是在学这个命令啊，或者说在学做分析面的思路上面，你们学的过程当中就能够学得更透彻。啊，你看不到其他的评论啊，什么意思啊？你们都只能看到自己说的话吗？只能去工厂可能会了解到，工厂里面没有人教你的，知道吧？工厂里面没有人教你的，有人教你，那他懂怎么教吗？啊，工厂里面别的师傅他都要做事，他要上班，对吧？他要赚钱，没有，就是同学们，没有什么工厂那个老板会配一个师傅给你专门教你的，没有这种老板啊。如果有这种老板，那个老板他除非是你爹，知道吧？明白吧？还有的就是，就算别人愿意教你，对吧？就算工厂里面的师傅他愿意教你，对吧？你得感谢天感谢地啊，知道吧？他愿意教，他有时间教吗？他自己要不要做事呢？这是第一。其实第二，别人他知道怎么教吗？
可能这个东西你让他设计出来，他设计得出来；你让他教你设计，你觉得他会吗？啊，所以说同学们想学设计还是得找谁呢？啊，同学们知道没有？如果说你们想学好设计，想要在短时间内把这个设计吃透，那得找谁呢？对呀，你得找我，知道吧？你去工厂里面也没用，你去淘宝上面买视频也没用，你在学校里面也没用。唯一一个能够带着你进入到设计行业，稳定在设计行业，让你第一份工作就能拿到6000块钱一个月的这个老师在哪里呢？在这里啊，我叫青云老师。还是那句话啊，就同学们给面子的话呢，就我更喜欢大家叫我宇哥，不用叫我老师，叫老师就显得比较老了，对吧？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看到这个高低差怎么接啊？就前面这里应该没有什么同学不懂了的吧？有没有同学不懂的？这个大家要自己问啊。你们不问的话，我就直接往下面讲了啊。那这里的话呢，我们再来看到这个高低差怎么去接啊？其实这个高低差代表着什么呢？代表着等一下我们要讲的这个高低差，其实它们的原理是一样的。也就什么意思呢？比如同学们，这个分形线在这里，对不对？我这里的分形面在这个下面，这个地方的这个位置的分形线到这里的分形线怎么接？它的原理和我们这个地方的分形线和这个地方的分形线这个面怎么接，原理是一样的，知道吧？原理是一样的啊。这个行业很少有女孩子啊，这个同学们，我也是做这个行业的呀。你像我们青图老师也是这个行业的呀，对吧？你青雅老师也是这个行业的呀，对吧？我们子科老师也是这个行业的呀，恨天老师也是这个行业的呀，对吧？你像我有女朋友啊，我有老婆呀，对吧？你青图老师他也有啊，是吧？我们机学教育所有的老师都是在模具行业干过8年以上的，但是我们都有老婆，哎，就是有没有女朋友，有没有老婆，这个同学们怎么说呢？这个就真的可能确实这个同学说的也没错，我们这个行业女孩子是特别少，但是它并不妨碍你去找女朋友，知道吧？它妨碍你去找女朋友吗？它不妨碍呀，对不对？是不是？你觉得呢？对吧？你做设计以后，你5点半下班，你下完班，或者说你6点钟下班，或者说你5点钟下班，对吧？你下完班以后，你不知道去外面逛一逛啊，是吧？你以前的同学，你不知道祸害一下呀，是吧？你不知道找你的朋友、同事介绍一下呀，是吧？实在不行，你搞网恋嘛，对吧？对不对？你像我们青阳老师啊，他算是我们几个老师当中比较失败的啊，他差不多30岁，娶的老婆还是别人介绍的。那我们恨天老师就不一样，1年换一个，1年换一个，你敢想啊？所以说同学们，事在人为啊，就像学设计一样，你如果说你舍不得花钱，对吧？花时间花精力，那你得怎么样呢？那你得自学，对吧？你学个1、2年，说不定还是个半桶水。但是你只需要稍微在我这里花点钱、花点时间、花点精力，那我短短几个月，我就能把你带进这个行业。那就是鱼和熊掌不能兼得，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啊。这里不吹牛逼了，同学们，正经事啊，我们看一下这个位置怎么接。当然，课堂上面如果说有想学设计、想进入到设计行业、想跟着我青云老师，对吧？让我来手把手1对1的带着你学设计。那么同学们呢，大家可以加一下我的微信，好吧？那我的微信呢，我搞个2维码出来啊，这个是我的微信2维码，这个是我的微信2维码，大家可以通过扫一扫添加，好吧？有什么问题也可以在微信上面问我，行吧？但是呢，加我要快啊。OK， 那接下来的话呢，我们再来看到这一个高低差怎么去接。其实针对于高低差呢，在这里同学们，我们就是说所要用到的叫做楼梯原理。楼梯原理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从1楼到2楼是怎么上去的，同学们？2种方式，第一个是楼梯，第二个是电梯，对不对？比如说这个是1楼，这个是2楼，对吧？你怎么上去？你从1楼怎么去2楼？就是你不会飞的话肯定没用，是不是？那么一种我们现在比较常见的就是电梯，对吧？电梯是直升的，是不是？直接就是你从这里进来，然后咚到这里了。然后还有一种呢，就是我们也是比较常见的，就是楼梯，对不对？是不是？这种方式就是你从这里走到这里，然后再从这里呢走到这里，那这就是2楼。这就是你从你的1楼到2楼的，就是说一个上去的方式。那么我们可以怎么样呢？把这个位比作2楼，这个比作1楼。
那么首先我们要做的就是你要把具有高低差分析面的位置呢分开，你不要搞到一起去做，你搞到一起去做你就容易乱，知道吧？比如说我上面的分析面我做好了，对不对？哎，我把它隐藏，是吧？我再来做下面的分析面，比如说同学们方程面分析该怎么做就怎么做。同样的，我们秉承着能碰不差的原理去做。比如说插入设计特征拉伸，是不是？在这里我们选择这条线，是吧？因为这种位置它也没得延伸可言，是不是？那我用拉伸也没毛病，是不是？也没问题。OK， 那我们就用拉伸把这个分析面拉出来。拉出来了以后，你看到没有？等一下，这里还有一点点没拉到啊。在这里大家可以看到，产品分析颜色和产品着色用什么命令切换呢？鼠标右键点击空白的地方，看到没有？你要摁住不松，你不能点一下，知道吧？点一下就是这样，你要摁住不松。然后呢，这个是面分析，对吧？这个是着色，这个是带边着色。然后呢，这个面分析呢，首先你要用这个分析命令先分析一下啊，要不然它没有颜色的，知道吧？你首先要用这个斜率命令把这个产品先分析一下，然后你放到这个面分析，它才有颜色，知道吧？要不然它没颜色的，知道吧？OK， 那么现在呢，大家注意看，我下面的分析面我也做出来了，对不对？我上面的也做出来了，我下面的也做出来了，那怎么接呢？楼梯原理其实讲的就是我们将1楼和2楼各自的分析面做出来了以后呢，中间呢用一张斜面，斜度的斜啊，用一张斜面把它搭接起来。而这个斜面怎么做呢？那么首先你可以测量我们这个两边的一个中间间距啊，它们的比如说分析测量距离、投影距离。也就是说现在呢，我测量从这个位置到这个位置它们的一个横向距离有多远，对吧？选择这条线，再选择这边这条线28，对不对？这个大家注意，测量的时候你不能测量这个数据是不对的啊！你要测量这里投影下来，这里过来的一个横向距离，明白了？这里是28，对不对？28的话，那就是我单边的话，我就是留14个毫米封胶，从这个中间分开，是不是？这个能理解吧？就是我摆个坐标摆到这里来，然后呢，我们把这个面用拆分体。这个面，下面的面啊，以 XC 方向呢过来14个毫米，对吧？就是28除以2，那就等于14嘛，是不是 ？OK， 移除参数。那这样割一刀以后呢，也就等于说是什么呢？我们上面接到下面来用的是这个位置，用什么位置？拉伸，对吧？你直接给它拉伸上来一个面。同学们，再把这张面给它延伸出来，这个面延伸过来一点，延伸下去一点，这个面延伸过去一点 ，OK， 搞定。这个能看懂能理解吗？同学们，能看懂能理解吗？能不能理解？就你这样一做，它好像也就这么回事，对不对？但是呢，你单独去看这个位置的时候，就是我相信有很多同学会觉得它很难，知道吧？有很多同学会觉得这个位置不知道怎么做，或者是怎么样。其实这个点呢，同学们，我的公开课呢，从来不跟大家去讲一些什么七七八八的，分享的人都是在我们这个行业有用的，并且还不是那种入门级别的东西。也就是说，同学们，你像这种知识点，一个设计学徒他不一定做得出来，知道吧？这种产品啊，这个就是我们 VIP 课里面的案例。这种产品，你们公司里面6到7千块钱的设计师，他分模不一定分得。有我的好，或者说有我教你的好，能理解吧？就这种产品，你们公司里面，比如说那种6千、7千块钱的设计师，你让他去分模，他分出来不一定有我在这里我教你，你分得好，能明白吧？那么做到这里的话呢，我们就可以把这个面呢，就是这里短了一点的，这里延伸出来嘛，是吧？这个就比较简单了。也就是说，我们稍微的把它优化一下。其次还有呢，就是同学们，我们在做分析面的过程当中呢，你要干干净净、整整洁洁的去做，你不要搞得乱七八糟。有的同学吧，他分析面会做，但是呢，他做的乱七八糟，他这里给你搞一下，那里搞一下，他这里搞张面，那里搞张面，搞到最后这个面很多的时候，他不知道怎么搞了，对吧？是不是？也就是说，其实做设计呢，你的头脑清醒很重要，同时呢，
当然你的知识面也很重要啊，就是你尽量的是一个位置一个位置来，除非说这个位置实在是不会做或者做不出来了，你先放一放，对吧？调整一下心态，把这个地方做一做，再来做这里。要不然你就是同学们千万不要说，还有的同学就是他觉得哪个地方难他就去做哪里，他觉得这个产品对他没有挑战性他就不做。其实我呢也是不赞同这种做法的，好吧？